記者對於香港娛樂圈嚟講非常之重要啊！咁佢同明星藝人係互相依存，達成一個共贏嘅。咁明星藝人需要記者幫佢哋寫報道，去宣傳佢哋嘅作品啦。咁記者都需要邀請明星同埋藝人幫佢哋做訪問，嚟增加報道嘅聲光㗎。咁而家依然有一位喺活躍喺香港嘅娛樂圈社交界嘅資深傳媒人，佢就係被譽為娛樂圈文壇第一筆嘅汪姐汪曼玲啊！如果做記者有啲乜嘢咧，就係初初真係靚妹仔咧。曾經我記得我第一次即係佢以前拍戲咧，就可以話夜晚食下飯啊，請啲即係專欄作家或者咩都有請我啦。但係我喺出邊，我發現我去到咧，我係自己唔敢入去嘅，因為你新啊嘛，你好似一入去人哋幾個就望住你，喂，你嚟啦！以前即係而家梗係唔同啦，但係以前初初你嘅就會話。喺出邊行嚟行去，好唔好入去咧？即係好似好唐突咁樣，即係每個人其實都經過嗰種由新到舊嘅階段咯。汪姐初初入邵氏嘅時候係一個好怕醜嘅女仔，而家變成咗資深嘅傳媒人。佢以著名製片朱旭華為榜樣，以真誠待朋友同埋同事，因為佢覺得真誠換來真誠。咁我記得嗰時咧就入邵氏咧就朱家鼎啊，鍾楚紅嘅老爺朱旭華，佢係管晒成個香港影畫同埋南國電影。咁我哋佢就請我幫佢寫稿。咁咧就寫稿嗰時，佢就會同我講：汪曼玲啊，如果你有時間咧，你可以得閒上去佢哋嗰啲宿舍咧，同啲女仔傾下偈，譬如林珍琪啊嗰啲咁樣。因為其實佢哋成班都喺台灣嚟嘅，佢哋喺台灣嚟咧唔係好多朋友初初嚟。佢話有時事業好。公司捧咁咪梗係好啦。如果事業未輪到自己嘅時候咧，少不免都會有啲想法啊，或者會心亂如麻嘅時候，你去同佢哋傾下偈啦，或者係安慰下佢哋啦。即係所以朱伯伯係非常好人㗎，佢連佢哋嗰啲心理狀況啊、精神狀態啊，佢都能夠兼顧嘅。70年代初咧，汪姐主要係做娛樂記者㗎。咁嗰陣時嘅娛樂記者咧，同而家嘅狗仔隊係唔同㗎。佢哋好尊重事實啦，以一啲正面客觀嘅視角去報導明星。咁加之佢哋同明星咧交往都好頻密㗎。咁久而久之咧，汪姐咧就同公司嘅女明星打成一片啦。因為好似翻屋企咁啊，日日都要去啊。日日除咗你放假嗰日，你日日都要喺邵氏，大概去12點鐘接你，你大概4、5點你就走，就喺4個鐘頭裏邊咧，就喺度巡，由呢個廠又巡到嗰個廠，跟住又或者如果冇廠開鏡，咁咪上去佢哋敦口能同你傾偈，同何莉莉飲下茶，所以我哋都係保持一個好，同埋嗰時人唔係好多，我諗都唔超過10個或者5、6個，所以佢哋全部都記得晒，同埋女仔。幾廿年前就得我一個，更加佢哋就會記得，同埋最主要你係我又寫香港影畫，咁我香港影畫就係單對單就訪問啦，咁就變咗更加有個感情喺度，同埋以前啲人係比較單純啲嘅，大家而且冇諗到話喂我要爆料啊，冇話新聞。冇啊，都係寫啲拍戲嗰啲嘢啊。當然感情係好重要啦。譬如何莉莉同邊個拍拖啊，或者咩咁嗰啲都會交代，因為好多滿足嗰啲需要知道呢啲新聞嘅嗰啲讀者咯。有啲當紅嘅明星咧，有啲就退咗休啦，有啲仍在喺銀幕度出現，亦都有啲做生意嘅。但係每一次見到汪姐，佢哋聚舊咧都會非常之開心，好似親人咁樣㗎。如果係講咧，人都係有感情嘅。咁你日漸相處，尤其邵氏嗰班咧，我都喺嗰度差唔多有成10年，咁樣就變咗後期佢哋亦都慢慢就唔再拍戲，或者退咗休，或者移民或者咩，咁我哋都係有個交情喺度，因為嗰時我哋冇一種好嚴重嘅衝突，亦都冇話喂你又寫過我唔好，我唔中意你，完全冇嗰啲嘢，所以大家後尾再見到都亦是朋友，或者係阿金漢寧波喺移民咗。多倫多翻咗嚟啊！我哋都會一齊
打下小麻雀啊，李琳琳或者姜大偉啊嗰啲邵氏嗰班係比較有人情味，甚至譬如好似何莉莉去咗上海，去投資餐廳啦，佢投資個跳舞場啦。咁我如果電話打到佢話，喂，我想Lily 啊，我想嚟訪問你啊，咁佢哋都唔會拒絕，因為佢哋基本上有嗰個信心。大家都有嗰個信心，知道同埋知道你係邊個，又知道你唔會亂咁寫佢哋啦，咁樣變咗講翻下佢哋自己啲嘢咁。我最記得嗰時佢50週年結婚紀念，佢就特登要揾我去訪問佢先生，講下佢同佢先生之間嘅感情咁樣，安排我去訪問。1973年嘅夏天，台灣演員林青霞小姐第一次收到記者嘅電話，而嗰個記者咧，俾佢一種好熟悉，好似朋友咁樣嘅感覺，佢就係汪姐啦。跟住咧，1973年第一次青霞姐嚟到香港宣傳啦，跟住將自己嘅工作重心轉嚟香港。之後嘅50幾年，每一次青霞姐面對公眾嘅時候咧，都會見到汪姐嘅身影，佢哋兩個咧就變成無話不談嘅好朋友啦。嗰時講下啲明星咧，青霞姐第一次嚟香港我就見佢啦。我哋嗰時就會接到通告啦，就去喺機場就接阿林青霞啦。嗰時佢係因為嗰個窗外嚟香港宣傳嘅，嗰部戲咧台灣都冇上嘅，係禁影嘅，只係香港第一次上。咁啊，佢又望下我哋大眼對小眼。咁我哋嘅交情已經有50年咧，我出咗呢本書咧，佢都有幫我寫序嘅。林青霞幫我寫序，今次輪到佢嚟寫我啦。阿青霞嚟香港拍戲嗰段時間，我成日都係喺佢身邊嘅。我哋都嗰時係牌友，咁啊佢一拍完戲咧，因為一個人喺香港，佢又會成日喂有冇腳啊？我哋就會玩打下少少咁打幾圈咁。一提起張國榮呢個名字，大家就會諗起哥哥呢個稱呼。咁哥哥呢個稱呼又係點樣嚟嘅呢？點解佢哋叫哥哥姐姐咧？其實係有段就係拍《白髮魔女傳》嗰時喺片場，咁啊我哋就唔知點解佢又叫哥哥，咁啊哥哥又叫佢姐姐，咁啊以後咧佢哋一個叫哥哥，一個叫姐姐，個緣分同埋稱呼咧就係嗰時開始嘅。咁啊哥哥當然啦，亦都係做咗咁多年，我哋當然同好熟佢啦。啱啱有一次我去溫哥華，阿哥哥又喺溫哥華，咁我哋就喺溫哥華同佢做咗一個明州嘅封面，咁我哋又影咗啲相，呢啲真係好珍貴，因為仲有佢嘅簽名喎。而家唔容易有㗎啦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地 keep 住佢啊！嗰時係熱鬧嘅，因為係好即係點講咧，好興盛啊！每個人都好似充滿一種希望，成個電影圈都係欣欣向榮。呢個張曼玉係10組，鐘楚紅係9組，阿鄭裕玲係9組，個咧鄭9組唔叫名㗎啦，將10組咁樣，佢即係好似即係好到咧就加片酬啦，加片酬個個都係咁樣，我就好開心可以經過呢個最輝煌嘅時間。喺電影黃金嘅時代，唔單止造就咗跨世紀嘅友情，亦都造就咗好多圈中嘅神仙眷侶。編劇陳13同埋演員萬綺雯就係其中嘅一對啦。做編劇係一個好有趣嘅行業嚟，因為你要將你自己一個完整嘅創作，令到觀眾、導演、投資方去認同，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挑戰嘅一個工作嚟嘅。咁慶幸，我覺得喺呢個挑戰上邊，我經常都會有一啲好嘅回報。咁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係記到今日，或者係受用到今日嘅。起碼我因為咁樣，我有個太太咁，都係呢一行嘅咁。正如張歎老師講嘅，嗰陣時好多編劇都係身兼數職嘅，又寫電視又寫電影。咁陳13老師都係咁嘅，佢寫過好多好出名嘅電影，譬如話《金榜題名》啦，《烈火戰車2之極速傳說》啦，同埋都寫過好多電視劇㗎，譬如話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啦，《少年英雄方世玉》等等。其實喺嗰陣時候嗰個年代，好多編劇。起碼係我個年代啦，都喺電視台度出身嘅，因為嗰陣時候電視台通常每年都會搞一個編劇訓練班啦，咁亦都喺外邊有編劇家協會去搞編劇訓練班啦，咁於是好多人就用呢個途徑入咗行先，
咁入咗行咧就天大地大㗎啦。基本上咧，你入到去做編劇咧，就冇分你係電視編劇啦、電影編劇。好多時候我哋電視編劇都會兼職，暗地兼職電影編劇嘅。咁雖然唔出得名，有好多戲，咁但係我可以咁樣講，我所認識嘅電視台編劇，10個着咗9個半，電視劇同埋電影佢哋都係有做嘅。我講一個傳說啦，我親眼見，其實都唔係傳說嚟嘅，親眼見。有一位奇人，唔開名啦，咁佢好特別嘅，佢同我諗嗰陣時候，佢同時間啦，我所見啦，佢同9間公司合作緊，每間公司咧佢都係去開會嘅啫。佢一開會嘅時候咧，佢就拎份稿紙出嚟寫緊劇本，或者寫緊專欄，同時間同你開緊會。咁佢開到咁上下嗰陣時候咧，佢就會話：OK， 我聽完啦，我知你哋講乜啦。好啦，而家我講翻我覺得應該係點。咁佢就俾完意見之後咧，佢就走噶啦。而我自己啦，用翻我自己嚟做例啦，全盛時期啊嚇！我係做緊1年裏邊，我係做緊160集電視劇同4套電影。當然有一班編劇同我一齊做啦。咁你話嗰個年代係幾黃金嘅年代？陳13講做編劇係一件好有趣嘅事情。如果佢嘅創作咧可以令到人肯定同埋認可嘅話咧，對佢嚟講係一件好滿足嘅事情。我自己覺得啦，編劇嘅重要性係好強嘅，因為佢要講緊嘅係一個好長嘅故仔，最清楚嘅就係一個編劇。我係電影嚟講咧，導演係主宰咗一切，即係佢希望有一啲乜嘢，佢希望呈現啲乜嘢。咁當然編劇亦都要輔助去做到呢一樣嘢，而喺有限嘅空間，你去創作自己想講嘅嘢。譬如我屋企人咁，有啲好耐冇見㗎啦，大家住唔同嘅地方咁，即係譬如我大哥咁，佢突然間有人話俾我聽：喂，呢套戲幾好睇喎，你有冇睇啊？咁我話係咩？呢套戲好睇，點好睇法啊？咁佢就話：啊，個編劇唔錯啊！咁我就好開心啦，因為個編劇名係陳13，佢唔知道係我寫嘅。咁你話個滿足感大唔大咧？非常之大。大哥，上住啊！哇，都係好閃喎！好，冇事冇事。行啊！我確信何謂到熱路上血，原來才開始極我理想，讓熱淚終止，頑強仍都似。以前香港嘅特色就係一個華洋雜處、中外文化，我哋吸收咗唔同嘅文化，跟住融匯之後再發揮出嚟，我哋揾到我哋自己嘅路向。例如我哋揾到影響世界嘅功夫電影。我哋揾到屬於香港人節奏嘅電影，我哋揾到屬於香港人嘅創作嘅電影，我哋快靚正新，即係呢一樣嘢係影響咗全世界。即係去到而家，香港嘅電影市場可能已經開始有一啲局限，因為我哋開始去睇返大陸嘅市場，我哋開始未必去睇世界嘅市場，我哋可能會遺失咗一個電影嘅國際語言。我覺得呢個係有啲迷失嘅狀態嘅，所以我哋而家反而我哋細膽咗，我哋唔夠膽去做一啲我哋去立足國際嘅一啲題材，亦都因為市場嘅問題，投資者亦都未必咁大膽或者咁放心去再投資喺香港電影度。咁呢個係我哋需要反思，同埋我哋需要努力，我哋需要再去揾翻呢個國際。咁我覺得我哋會揾翻我哋香港電影。香港嘅功夫片同埋武俠片係香港電影嘅一張名牌嚟嘅。咁對於呢個題材，資深導演同埋動作指導陳慧毅先生 B 哥都有自己嘅睇法㗎。其實動作片、功夫片嚟講，中國功夫嚟講，不嬲都好吸引。冇話電影啊，即係就算
而家嘅動感又好，泰拳又好，而家嗰啲咁嘅，即係而家飛揮嗰啲，其實都係好吸引人嘅。唔好話電影啦，電影仲誇張啦，係嘛？電影經過咗加工又設計過，如果佢本身係識功夫嘅演員嘅話，仲精彩。即係等於梁小龍啦，梁小龍打得相當精彩㗎。因為電影嘅語言好簡單，好少啊。你諗下，香港、台灣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，去到成個非洲啦，好犀利啊，大佬！歐洲啦，全球嚟講差唔多都好多點都睇動作片。咁李小龍打後好多，好似你問我係好多動作片，就唔係以前我哋黃宇嗰啲刀劍片啊，係拳腳動作片。一次機緣巧合 ，B 哥由武術指導轉任導演，估唔到呢套戲獲得千萬票房嘅成績，仲掀起咗爭拍僵屍片嘅熱潮添。我第一次做導演，而唔係我做導演嘅，我叫阿錢宇生做導演嘅。老錢錢宇生唔肯拍，佢話：哇，劇本都冇，咪2個禮拜又要拍，咁我唔係點啫？台灣老闆揼錢噶嘛，話你唔拍我拍啦咁樣。咁我第一部導演啦，咁我啊同大哥洪金寶傾啦，洪金寶啊得啦，僵屍先生啦，咁啊僵屍翻生咯，即係我第一個叫僵屍翻生。咁嗰部都賺大錢啦，嗰部我自己都屬於係小投資，即係導演嗰份再加埋少少，即係錢就唔使我攞出嚟嘅，台灣片商攞出嚟嘅，咁啊嗰部都賺唔少錢啊！老一輩嘅電影人大多數都係紅褲仔出身，而新一輩嘅電影人咧好多都係學院派。B 哥講起呢啲豪氣之秀咧，都係讚不絕口啊！嗰個年代嘅香港電影真係黃金啊，攞命嘅真係，即係唔諗成本㗎啦。你拍幾多錢？我諗3個公司都從來唔會問，喂，導演成本幾多啊？冇，我諗問。嗰時非常黃金啊，香港。不要怕，你想怎麼樣？上！嗱，如果講話而家嘅導演啊，我先講而家嘅導演啊，即係而家我見到啲新嘅導演，其實學咗好多嘢，即係亦都讀咗好多電影嘅製作嘅技術啦，或者連埋後期差唔多剪接全部識晒嘅而家。即係以前我哋分工分得好清楚噶嘛，剪接我哋唔剪咪坐喺度翹手有剪接師噶嘛，最多我哋點要呢個要嗰個要嗰個咁樣。咁而家就慘啦，即係市場定咗嚟。我而家睇到好多年青導演係真係非常有才華，非常有想像力，差唔多劇本佢又諗埋，差唔多成場戲嘅畫面都有晒 storyboard 喺晒，畫晒出嚟咁樣諸如此類。佢首先佢要了解發行啦，頭先你講冇耷低個頭，淨係識拍戲，淨係識拍戲嘅話咧，拍完戲嗰啲俾人呃。發行好緊要咯，你要揾啱嘅發行公司啦。咁你開呢個故事之前，你問清楚呢個發行到底我呢個故仔去唔去到國內啊，去唔去到台灣啊，去唔去到東南亞啊，諸如此類咯。如果啲老闆博取嘅，咁佢呢樣嘢你又要識啦。咩演員喺嗰個地方受唔受？咁啊變咗就一闊三大啦。咁而家頭先我講，如果全部都啱嘅，呢啲成本就5000萬以上噶啦。你冇5000萬唔使拍得啦。咁你個投資者情願投資一億俾你喎，因為佢收翻嚟分分鐘係10億8億喎。即係如果我成日都同啲香港啲即係後生啲嘅導演，我都係講啲嘅。我成日同講，你一定要了解市場。拍戲你一定叻㗎啦！頭先我都講 storyboard 都係佢哋自己畫嘅，冇問題嘅，技術上一啲冇問題都冇。咁你咪個故事咪跟住個市場行咯。你有個故事，有個市場，
你再簽埋嗰啲有市場啱個市場嘅演員，咁你冇辦法㗎。做事係咁㗎啦，唔好話。我相信呢個世界上冇話一件事係咁順利嘅意走嘅，除非你係一個特別大嘅大導演，好似徐克呢啲，跟佢行，因為徐克就蓋過好多，但問題佢都要跟市場行。咁由之前嘅刀劍啦、拳腳啦，到而家嘅電腦特效，咁 B 哥希望新一輩嘅電影人可以與時俱進，打出風格，打出精品啊！而家嘅動作唔同咗咯喎，而家嗰個拍攝嘅嗰個技術又進步咗咯喎。咁而家當然啦 ，CG 都有啦，冇畫咁長啊嘛，短啲，你識拍咪一剪接出嚟個感覺咪好實咯，所以咪。話而家嘅武術指導，即係而家武術導演啊，而家唔係指導啦，即係咁貴咁值錢嘅咁樣。最緊要就係你識唔識拍動作片，即係我個人覺得係咁咯，即係要配合翻而家嘅科技啦。最後一集，我哋請嚟圈中嘅資深前輩，佢哋希望而家嘅年青人積極創作，互相團結，一齊探究香港電影嘅新路向。來吧，我是電影人。